先说一个真实的小故事，一位60岁出头的刘阿姨，退休后一直坚持每天在公园快走锻炼，是邻里间走路健步如飞，大家都佩服她的脚力。可最近1-2年，她出门越来越少，总觉得浑身没劲，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，甚至走路都有些发飘。刘阿姨起初以为是缺钙，买了钙片拼命补，但情况不见好转，只好去医院检查。结果医生诊断她得了肌少症。所谓肌少症，就是肌肉严重流失。这对爱运动的刘阿姨来说简直难以置信，她平时也没有大病，怎么就虚成这样了呢？仔细询问生活习惯后，医生发现问题就出在营养上。原来刘阿姨很节省，平日饮食非常清淡简单，早餐1碗稀饭配酱菜，中饭晚饭多半青菜豆腐，很少吃鱼肉蛋奶。长期下来，看似吃得挺饱，其实蛋白质远远不够，肌肉没有足够的营养，自然日渐缩水。幸好发现得不算晚，在医生建议下，刘阿姨开始有意识地增加蛋白质摄入，每天加1杯牛奶，上午午后各吃点点心如鸡蛋或豆制品，并配合适度力量训练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她的身体明显硬朗起来，又恢复了往日散步的习惯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上了年纪更要注意营养均衡，尤其要保证蛋白质摄取充足。回到现实生活中，许多老年人都有类似刘阿姨的习惯，总是舍不得吃好的，总觉得自己随便对付一口就行。节俭固然是美德，但如果过头，省下的不是钱，而可能是健康。回想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省吃俭用是值得赞扬的，但时代不同了，现在大多数人衣食无忧，晚年更应该追求生活品质。如果还是一味省吃俭用，舍不得在吃上花钱，只吃得温饱却吃不好，那身体迟早要出问题。许多老人常说自己年纪大了，不讲究了，吃得饱就行，别浪费钱。听上去很朴素，实际上却大错特错。身体不讲人情债，你亏待他1分，他就回报你10分的虚弱。营养不够，身体机能就会退化，蛋白质不足，肌肉就会萎缩。即使热量吃够了，但营养不均衡，各种毛病也容易找上门来。那些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营养的人，到头来往往花更多钱在医药费上，而且遭更多罪，真是得不偿失。要记住，节俭不是不吃，是会吃，该花的地方千万别舍不得。在人体需要的各类营养中，老年人最不能缺少的关键之一就是蛋白质。蛋白质是肌肉、免疫细胞、内脏器官甚至皮肤组织的重要构成材料。可以说，身体各个部件的维修和更新都离不开蛋白质参与。如果把人的身体比作一座房子，蛋白质就是砌墙的砖块，搭建骨架的钢筋。年轻时我们家底厚实，偶尔缺点营养问题不大，但上了年纪，身体储备变少，新陈代谢变慢，要是再跟不上营养，这座房子就会加速老化坍塌。很多老人担心变老，其实真正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不是几道皱纹白发，而是悄悄流失的肌肉。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肌少症，指的就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大量流失，力量明显下降的状况。它不像心脏病、中风那样突发剧烈，而是日积月累的削弱身体。肌少症是高龄人群的隐形杀手，你可能没有生大病，但日常活动会越来越吃力。先是起床觉得腿软无力，接着走路需要拄拐杖，慢慢的连买菜上楼都困难，最后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跌倒骨折。很多卧床不起的高龄患者其实都是肌少症在作祟。造成肌肉流失的一大原因正是蛋白质摄入不足。有调查显示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，每3个就有一个蛋白质营养不良的风险。许多老人本来饭量就小，如果还处处节省舍不得吃，每天蛋白质根本吃不够。一般来说，老年人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取约 1.0 到 1.2 克蛋白质，而现实中很多老人连 0.6 克每公斤都达不到。长期如此，身体就像入不敷出的账本，肌肉、免疫力只出不进，亏空越来越大，人也就越来越瘦弱，免疫力下降，表现就是经常感冒，生病后恢复慢，肌肉减少，表现就是四肢无力，走路不稳，甚至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差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
有些人或许听说蛋白质吃多了伤肾，但对于肾功能正常的老人来说，适当增加蛋白质并不会损伤肾脏。真正需要严格控制蛋白质摄入的是肾病晚期患者，而大部分健康老人恰恰相反，是蛋白质摄入太少导致体质变差。因此，不用过度担心蛋白质多吃一点会有坏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蛋白质应该怎么补呢？很多人误以为每天吃米饭面条就等于摄取了足够蛋白质，认为主食也含有植物蛋白。其实主食的蛋白质含量和品质都远不如肉蛋奶，而且老年人吃饭往往偏爱面食、粥汤这些易消化的软食物，更加剧了蛋白质摄入不足。也有人每天煲鸡汤、骨头汤，觉得喝了这些汤就算补身体了。其实汤里的蛋白质含量非常有限，真正有营养的肉渣反而往往被扔掉，实在可惜。与其光喝汤不吃肉，不如直接把肉吃进肚里，更能补充蛋白质。简单来说，光靠一日三餐往往不足以让老年人摄取到充足蛋白，因为很多老人体味有限，吃饭吃不下太多肉，因此餐间加一些高蛋白零食就成了关键补充措施。别再以为零食只是年轻人的专利，其实老年人更需要适当加餐，关键是选对东西，别饿了就啃饼干、糖果这类没营养的零嘴，而是要吃那些蛋白质丰富、易于消化吸收的健康零食。接下来我们就介绍3种最适合老年人的高蛋白零食，这些东西该吃就吃，千万别心疼钱，因为这不是嘴馋享乐，而是在给自己的身体加油，在为自己的健康投资。第一样推荐给老年朋友的就是鸡胸肉。很多人提到补充蛋白质，第一反应就是吃鸡蛋、喝牛奶，但其实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远高于鸡蛋和牛奶。在各种肉类中，鸡胸肉是低脂肪、高蛋白的佼佼者。每100克鸡胸肉含有约22到23克蛋白质，脂肪却不到2克，这使它成为极为优质的蛋白来源。难怪健身的人把鸡胸肉当作宝，每天都要来上一份。对老年人来说，鸡胸肉也是非常物美价廉的营养品。相比牛羊肉，鸡胸肉价格亲民，烹调得当，也容易咀嚼和消化。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，有位70多岁的王伯伯，年轻时爱吃肥肉，导致胆固醇偏高，退休后索性几乎不碰肉，结果身体越发瘦弱。后来在营养师建议下，他开始每天吃些清淡的鸡胸肉，既控制了油脂摄入，又补足了蛋白质。几个月下来，精神头明显好多了。不吃肉不一定更健康，关键是要吃对肉，吃对量。有人担心鸡胸肉口感才不好吃，那是因为没选对做法。其实只要烹调得宜，鸡胸肉可以又软嫩又美味。比如可以把鸡胸肉煮熟后撕成细条，拌点自己喜欢的调料当作小菜，或者切丁和蔬菜一起炒。甚至现在市场上有即食的鸡胸肉制品，像鸡胸肉肠、鸡肉干等，专为需要补充蛋白的人设计，开袋即食，口感也不错。更重要的是，鸡胸肉提供的动物性优质蛋白富含人体必需的各种氨基酸，特别适合补充老年人流失的肌肉。肌肉就像建筑物的钢筋，鸡胸肉就是直接补充钢筋的材料。老人家常说吃啥补啥，虽然不完全科学，但吃肉确实能直接给我们的肌肉和身体加料。适量吃鸡胸肉能有效增强肌力，减缓肌肉萎缩，让您的腿脚更有劲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怕吃红肉，如猪牛肉胆固醇高，其实选择鸡胸这类白肉可以放心享用，不用担心摄入过多饱和脂肪。此外，鸡胸肉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，例如硒、锌等，对维持免疫功能很有帮助。难怪民间有句老话，一只老母鸡胜过一堆补药，说的就是鸡肉的营养价值极高，对体虚的人有明显补益作用。相比只喝白粥、吃青菜，加一份鸡胸肉，可以大幅提升一餐的营养密度。与其省下一块鸡胸肉的钱，不如想想它给您带来的好处，更强壮的身体，更好的抵抗力，甚至重拾年轻时健步如飞的感觉。第二样要强调的营养零食是牛奶。也许您觉得奇怪，牛奶算零食吗？其实牛奶完全可以作为加餐，特别适合餐与餐之间或睡前来一杯。许多老一辈人年轻时没有喝奶习惯，
甚至觉得牛奶是小孩子补钙的东西，自己喝了浪费。其实正因为过去没喝奶，我们的身体更容易缺乏钙和优质蛋白，如今补上正是时候。别看牛奶蛋白质含量只有 3% 左右，但它属于优质蛋白，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，而且消化吸收率极高。研究也指出，牛奶中的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对于维持肌肉、增强免疫力都有明显益处。对于吃不下很多肉的老人，一杯牛奶就是最简单方便的营养补充。如果拿牛奶和豆浆相比，牛奶中的蛋白质种类和吸收率都更胜一筹。像牛奶中的乳清蛋白就是豆浆所没有的营养，因此有条件的话，每天一杯奶或酸奶对老年人更有益。牛奶还提供了丰富的钙质和维生素 D， 有助于强健骨骼，预防骨质疏松。每天适量饮奶对骨头和牙齿都有好处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有骨质疏松、腰酸背痛等问题，除了补钙片，其实每天一杯奶是更天然的办法。牛奶中的钙容易吸收，搭配维生素 D 效果更佳，而维生素 D 正是许多老年人比较缺乏的营养。此外，牛奶里的色氨酸有助于镇定情绪，改善睡眠。很多人都有睡前喝温牛奶有助入睡的经验，这对老人尤为适用。睡得好了，免疫力也会更好，精神状态也提升。当然，有的老年人可能担心自己乳糖不耐受，喝牛奶会闹肚子。如果你有这种烦恼，可以选择发酵乳制品如酸奶，或者购买市面上的无乳糖牛奶。这些产品同样保留了牛奶的营养，却更容易消化。此外，奶酪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一小块奶酪所含的蛋白质相当于半杯牛奶，而且几乎不含乳糖。总之，奶类食品对于吃不了太多东西的老年人而言，是浓缩又温和的营养来源。不妨每天安排上一份，千万别舍不得花这点奶钱，想想它带给您的更强壮的身骨、更好的睡眠以及充足的精神头。第三样推荐的零食是核桃仁。核桃可是不少长寿老人的养生秘方之一，营养丰富，被称为长寿果。别小看几颗核桃，其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5到 20%， 每100克核桃仁约含15到20克蛋白质，而且还蕴含了丰富的健康脂肪和多种微量营养素。首先，核桃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，其中一种重要的氨基酸是赖氨酸。赖氨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，能促进免疫细胞功能和大脑神经健康。老年人日常主食中，像米饭、面食这类往往缺乏赖氨酸，而核桃正好提供了这种宝贵的营养，弥补膳食缺口。经常吃点核桃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，改善体力，减少虚弱无力的感觉。其次，核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特别是一种 Omega-3 脂肪酸，叫做阿尔法亚麻酸。这种好油脂可以帮助降低坏胆固醇，保护心血管健康。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坚持每天吃核桃，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，对心脏、大脑都有益。难怪民间一直流传着核桃补脑的说法。传统观念认为核桃长得像大脑，以形补形，而从科学角度看，核桃确实含有多种对脑部有益的营养成分，例如 Omega-3、维生素 E 和卵磷脂等。维生素 E 是强力抗氧化剂，能减少细胞老化，延缓记忆力衰退。卵磷脂则是大脑神经细胞的重要成分，能增强大脑活力，提高记忆和思考能力，对预防老年痴呆也有一定帮助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再次，核桃还提供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例如其中的 B 族维生素参与能量代谢，让人精力更充沛。丰富的钙、镁、锌等矿物质有助于骨骼和神经系统健康。核桃所含的膳食纤维也不少，适量食用还能帮助维持肠道顺畅，防止便秘。可能有些老人家觉得核桃价格不便宜，一斤动辄几十块钱，但是每天吃的量其实不需要很多，每天2到3颗核桃大约就是剥好的一小把核桃仁，就足以补充营养。算下来花费不过几块钱，却能换来满满的健康收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如果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，可以把核桃掰成小块慢慢嚼，或者研磨后拌到粥里、牛奶里一起吃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核桃虽好，但热量较高，每天一小把就够了，吃多了反而消化不了，还可能发胖哦。另外，
选购核桃等坚果时，建议选择原味未经糖盐调味的产品，才能充分获得健康益处。那些果糖、重盐或油炸加工的坚果零食就不适合天天吃了。总之，核桃仁是兼具蛋白质、好油脂和多种养分的迷你营养包。老人家适当吃点核桃，不仅不是嘴馋，更是在给自己的大脑和身体加油。千万别心疼买核桃的钱，比起那些动辄上百元的补品，核桃实在是平价又实惠的天然补药。说了这么多，总的来说，老年人该吃的就要舍得吃，千万别对自己健康过度抠门。节俭是美德，但凡事过犹不及。过度节省饮食开销，表面省了钱，其实往往让身体吃了大亏。与其将来把积蓄花在医药费上，不如现在就把该花的钱花在营养上。回想开头提到的那些舍不得吃的老人，他们省下了几块钱的肉蛋奶，却换来身体一天天虚弱，最后可能不得不花数倍的金钱去治病，真是何苦呢？把钱花在补身上，胜过花在治病上，这笔账划算得很。俗话说得好，年纪大了，身体就是你的宝贵资本。在退休之后，存钱不如存健康，让自己身体里的本钱厚实，日子才能过得自在。所谓节俭，不是不花钱，而是把钱花在刀口上。该吃的营养绝对不能省，在吃这件大事上千万别抠门。不要觉得吃零食是浪费，是嘴馋，选对零食其实是对健康的投资。我们常说吃饱不等于吃好，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吃东西不光要管饱，更要讲究营养均衡。像鸡胸肉、牛奶、核桃这些高蛋白的食物，就是最值得投入的保本升值项目。老人吃它们图的不是口腹之欲，而是为了强身健体，为了多享几年健康的好日子。当然，除了上述提到的鸡胸肉、牛奶和核桃，老人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补充其他高蛋白食物，比如每天吃1-2颗水煮蛋，或者常备一些黄豆、黑豆做成的豆干零食，亦或每周吃2次鱼虾海鲜，这些都能帮助摄取充足蛋白质。原则就是一句话，不管从哪里补，蛋白质一定要补够，而且透过日常食物，而不是花大钱买那些补品或喝单调的蛋白粉来补充营养，既能享受美味，又安全有效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最后，真心希望各位长辈都能明白一点，与其将来看着血汗钱流进医院，不如现在就让它流进您的胃里、肌肉里、免疫力里。退休后的日子完全可以过得有品质。该花的地方不要舍不得，尤其是在吃这件大事上。一日3餐加上适当的高蛋白零食，只要保证营养跟上了，您就能拥有硬朗的身子骨，去享受晚年生活。子女们最希望的莫过于父母健健康康，少生病受苦。与其省下钱留给孩子，不如花钱让自己活得更健康。这也是为孩子减轻负担，为家庭积福。希望每一位长辈都能认识到，辛苦了一辈子的您，其实完全值得享受更好的生活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就是对自己、对子女、家人最大的负责。从今天起，别再亏待自己的胃和身体，该吃就吃，让健康一直陪伴您走下去吧。